大家好，我是小诺。包子、馒头、米饭吃够了，今天给大家换一种吃法，做一个千层饼，不用发面，不用醒面，做法简单省时，10几分钟就出锅，柔软多层，凉了也不硬。卷上土豆丝、豆芽、小咸菜，好吃下饭，特别的美味。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和面，首先准备200克的面粉，面粉我们用中筋面粉、普通面粉、低筋面粉都可以。200克面粉正好能做2张大饼，如果家里人口多的话，可以翻倍用400克，400克呢就做4张。今天我用的是家里的普通面粉，这是200克，往里面加入1克的食盐，加入食盐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再加入1克的酵母，酵母呢用这种干活性酵母。做这个饼加入酵母不是为了让它发面，而是做出来的饼呢更加的柔软。200克的面粉用1克的酵母就可以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再往里面加入140克的温水，水温呢在35度到40度之间。如果不好测量的话，可以用手试一下，不烫手的状态就可以。如果是新手，我们可以第一次呢用135克的温水。用筷子搅拌和面，因为这个面粉它的含水量比较多，直接下手去搅拌的话，把手上沾的都是面粉，太黏了。很多人做这个千层饼做出来发硬，口感不好，就是面呢没有和好。这个面团一定要和的偏软一些，只有和的面软了，做出的饼才会更加的柔软。我们做千层饼是200克的面粉加140克的温水，含水量呢达到70%。平时做馒头、蒸包子呢，我们用60%的水就可以。用筷子给它搅拌，搅成这样的面团。接下来我们揉面，很多朋友揉面的时候喜欢用手抓着揉的话，这个面黏，容易粘到手指上。我们揉面的时候呢，也是有技巧的，要用这个手掌根像搓衣服一样，把它搓开，把里面的死面疙瘩给它揉开，然后再拉回来，搓开拉回来，揉着呢就不粘手了。很多朋友觉得粘，在面垫上会撒上一把干面粉。做千层饼千万不要撒上干面粉，撒上干面粉的话，这个面呢就变硬了，烙出的饼它就容易发硬，口感不好。也有的朋友呢喜欢在手上或者是在面垫上呢喷上一些油，喷油呢做出来饼它也是口感呢有些油腻，做出的饼呢就像掉渣饼一样了。一定要把里面的死面疙瘩给它搓开，揉的时候可以借助刮板给它向中间兜一下，把这个面团呢给它搓开。这个揉面呢一定要有耐心，这个面不用揉的时间太长，揉的时间太长面团呢容易起筋，做出来的饼呢就会发硬。像这样搓出去拉回来，然后能够成团了，用另一个手拍一拍，像这样不沾手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可以撒上一点干面粉，把它整理一下，揉一揉，揉光滑。像这样面团不沾手了，再把它分成2个面剂，每个面剂大约在170克左右，尽量分的均匀一些，这样烙出的饼呢大小一致。可以用秤称一下，然后把面团团圆。团好之后，在面垫上撒上一点干面粉防粘，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。做这个千层饼不用发面也不用醒面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来调一个油酥，在碗中加入1勺椒盐粉，2勺面粉，再加入3勺的食用油。油酥不挑油，用生油、熟油都可以，但是不要用热油。用热油呢做出的油酥呢，它主要是为了起酥的。今天我们做这个千层饼呢是用凉油它起绳，用勺子搅拌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搅拌成什么状态呢？比酸奶的状态稍微的稀一点就可以，像视频中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在面垫上放上一点干面粉，把揉好的面团取出来按扁，再用擀面杖擀开。这个面特别的软，我们一定要撒上一点干面粉，在擀的时候防止它粘这个擀面杖粘面垫。擀成这样的圆饼，厚度大约是1个硬币的厚度，大小呢有1个手掌的大小。淋上我们调好的油酥，油酥不用放的太多，我们回来再卷的时候容易漏油。
用刮板把它均匀的铺开，铺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抹上油酥主要是为了起层，而且这个油酥中加入了椒盐，吃起来口感更香。油酥呢也不能抹得太少了，太少呢这个层呢也起不来，一定给它均匀的涂抹开。在上面再撒上点黑芝麻，这个呢就是黑芝麻的千层饼。在半径处给它切上一刀，然后在这边给它折上一个小扇形，像视频中这样，顺着这个边把它卷起来。卷到与这个半径平行的时候，用手按压一下，继续顺着这个边把它卷起来。卷好的是这个样子，看一下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。然后在边的地方捏紧实，防止漏油。这个千层饼起不起层、鼓不鼓泡，与这个手法非常的重要。这个边一定要给它捏紧实，捏的不漏油酥，这样它才会鼓泡。这边用虎口收拢法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再给它捏严实，一定要给它多捏几遍，不要漏油酥。如果漏油酥、漏气了，你在烙的时候，这个饼呢，它就不容易鼓起来了。捏好之后，把大头朝下放在面垫上整理一下，然后轻轻的按扁，这样一个饼皮就做好了。做好之后呢，先把它放在面垫上，用保鲜膜盖住，防止风干。我们再把另一个饼皮呢做好，按扁。做好的饼皮我们不要直接去擀，直接擀的话呢，它容易回弹。这个饼特别柔软，在擀的时候一定要撒上点干面粉，因为这个面呢，面团已经和好了，面团呢非常的柔软，这个时候呢就不怕用干面粉。擀成手掌大，淋上油酥，用刮板把它均匀的抹开。这种做法呢，做出的饼可以做酱香饼、口袋饼、鸡蛋灌饼这种小油饼都可以。这个饼呢，我们再放上一点葱花，放一点葱花呢，也是葱花千层饼，也是小油饼。半径处给它切上一刀，在半径处折上一个小扇形，然后顺着这个边儿给它卷起来。卷到与这个半径平行的时候，用手按压一下，继续把它卷起来。然后把边呢给它收下口，蘸上一点干面粉，防止漏油酥。这样在烙饼的时候呢，就会起大泡，起大泡它的层次更加的柔软，更加的薄。像这样来回的给它捏3遍就可以了，捏成这样薄薄的褶子。这下我们再来收这个边缘的口，用虎口收拢法给它收口，然后再给它捏紧实，像视频中这个样子。大头朝下，再给它整理一下，然后轻轻的按扁。这个第二个葱花的小千层饼的饼皮做好了。第二个做好呢，第一个已经醒好了，我们来擀开，撒上一点干面粉，取出第一个做好的小饼皮，按扁，用擀面杖把它擀开，把它擀圆。擀的时候呢，像这样给它转着下擀，然后再给它翻着面擀。做这个千层饼，我们擀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，不要用劲擀，要像这样轻轻的向外给它推出去，从中间向两边推出。如果使劲的擀，容易把这个中间的层次给它压紧实了，那样就不起层了。擀的时候呢，也要两面擀，这样层次呢更加的明显。这个饼擀到多大呢？擀到有1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，不要擀得太薄。第一次擀的时候呢是2个硬币的厚度，这个最后一次擀开擀成饼呢是1个硬币的厚度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。最后擀成1个硬币的厚度，像视频中这个样子，这样我们一个芝麻千层饼呢生坯就做好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把电饼铛先预热，烙千层饼我们一定要用大火烙，用电饼铛用大火烙，如果用铁锅的话，我们用中小火，预热到烤熟的状态，在上面刷上食用油，油呢不用刷的太多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如果刷的太多，做出的饼呢也是很油腻的。这个锅烤熟了，温度呢也就是在180到200度。然后把饼放进来，放饼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擀面杖把它卷起来，像这样的再放入锅中，稍微的给它整理一下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烙1分钟左右。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再把这张饼呢给它擀开。这一张是葱花的饼，轻轻的拍扁，这样一边烙一边擀呢，又节省时间。
这个饼烙到什么状态打开盖子呢？可以看一下电饼铛后面冒热气，而且四周呢出现滋滋的响声。这个时候打开盖子，看一下这个饼已经起泡了，然后在上面呢再刷上一层油，抓油锁住水分，这个饼更加的柔软。如果想吃鸡蛋灌饼的，在鼓泡处给它戳个洞，灌上鸡蛋，就是鸡蛋灌饼。这种做法呢，也可以做口袋饼，做成四方的，它就是口袋饼。再给它翻个面，底部呢已经起饼花了，也是特别的漂亮。这个时候不用盖盖了，可以给它转动一下锅，烙至两面起这种漂亮的饼花就可以了。这面呢，如果觉得干的话，可以往上面喷上一些食用油，清淡呢就不用喷油了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现在就可以闻到浓浓的椒盐香味，特别的好闻，特别的香。烙至两面起这样漂亮的饼花，像这样这个饼就烙熟了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如果是做酱香饼，可以再多烙一会儿，把表皮烙得更加酥脆。把这个葱花饼再给它擀一擀，擀成一个硬币的厚度，像视频中这样。然后电饼铛再刷上一点食用油，擀好的葱花饼放入电饼铛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烙，烙也就是1分钟的时间，不用烙时间太长，烙的时间太长呢，这个饼皮就烙得特别的酥脆了。用这种方法烙饼呢，非常的简单、快速又省时。在家里不想吃馒头、包子、面条、米饭了，可以和上一点面，10来分钟就烙好了。看到电饼铛后面冒这样的热气，而且可以听到滋滋啦啦的响声，这时候打开盖子，饼已经鼓起来了。翻面之前呢，要刷上一层油，这样烙出的饼皮也是非常的香，特别的酥，特别的脆，也很柔软。这张饼翻的有点晚，这个底部呢已经有点酥脆了，焦黄的了。放葱花的这个葱香味也是特别的浓郁。喜欢吃油润的，可以在这面呢再给它刷上一层油。做这个饼呢，有时它也不鼓大泡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漏气了。我做的时候也有时会翻车的。你像放葱花了，如果葱花这个比较硬的地方，把这个面给它戳透了，漏气了，它也是鼓不起泡的。像这样金黄又是非常柔软酥脆的葱花千层饼也做好了。200克的面做了2张这样的大的千层饼，1张葱花的，1张芝麻的，10来分钟就做好了。现在这个饼呢还是非常的烫手，把它放到面板上，把它切开看一下，层次又丰富，而且非常的柔软，每一层都非常的薄。这个饼即使放凉了，它也是非常的柔软，咸香又入味。用它卷成土豆丝、豆芽、豆腐皮或者一些小咸菜，吃起来也是特别的香，特别的柔软。做法呢简单省时，不用发面，不用醒面，柔软咸香又好吃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